我的手毫发无损，这个原理每个人都知道吧？对不起了，哥们儿，俊俊们您呢？凉了。一会儿咱再看一下这哥们儿到底能不能复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今天呢，咱们整一期清道夫，因为不少小伙伴要看啊，我就做了一期。这几条鱼呢，都是我在网上买的，这玩意儿不便宜啊，翻了成载的鱼还花了我300多。这几个都挂了啊，就2条活着呢。一会儿呢，咱们做个实验啊，就用这2条活鱼，一条呢咱们用液氮冻，这条呢咱爆晒，看看到底能不能复活。这2个死的，一会儿给它解剖了，看看它神奇的呼吸系统。剩下这3条，咱做一个亚马逊流域的美食炭烤清道夫。完了，我替你们码码味儿啊，看看清道夫到底好不好吃。开整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清道夫。清道夫中文正式名豹纹翼甲鲶，原产于南美洲亚马逊流域，是正宗的入侵物种，在我国已经泛滥成灾，国内几乎没有它的天敌。泛滥成灾得益于它的特殊结构，它拥有一套铠甲般的外衣。你瞅瞅这鱼鳞，坚硬程度堪比恶趣鳝，防御值相当的高。它的食欲还好呢。荤素搭配，残羹剩饭，没有不吃的。这个吸盘式的嘴就像个吸尘器，扫荡式的捕食方式，就连别的鱼的鱼卵都不放过，但它却能保护住自己下的卵，因为它会挖洞，会把卵产在洞中进行孵化，这是保护住自己的子孙，让别的鱼断子绝孙呐。它的吸盘就长在嘴的四周，吸盘2侧长了一对8字胡，也就是它的须大。大家在网上经常能刷到清道夫神奇的复活视频，把鱼冻上，然后放入水中缓冻后，神奇般的复活了。出于好奇心，我也测试了一下。来，零下196度的液氮，准备吃好。多冻一会儿。行了，棒棒硬了。来，见证奇克的时机。这都过20分钟了，还没反应，再等一会儿啊，完全缓透，咱再看。不行，这是彻底嗝屁着凉了，这都缓透透的了。看来网上冷冻复活的视频纯属扯犊子，冰的不行，咱来火的。你看网上暴晒都晒干巴了，浇点水，这嘴还真冻了。咱也试一下啊，我准备挂在外面，来一个连吹带晒，晒它1下午，看看效果。发生了一点状况。我不是这么绑窗外了吗？没绑住，掉楼下的那个窗台上去了。我原本是晒1下午，结果我去楼下找的时候，人没在。我是第2天才把这个鱼给要上来，结果晒1天1宿了，现在变这个样了。啊，这都干巴了，这尾巴。能不能活也不知道啊，咱们试一下。大郎，来吃药。无济于事呀，外面放的时间太长了。正常情况下，离水几个小时内是死不了的。它为什么离水后能比其他的鱼类抗活？这得益于它特殊的呼吸系统。注意看，它的鳃只有一小部分是开口于体外的，鳃的整体被坚硬的外壳所保护。这种结构会大大降低鳃腔内水分的蒸发。当它离水后，鳃停止工作，呼吸则由胃来完成。注意看，从食道开始，内部结构有很多的毛细血管。这些毛细血管会分布在整个胃部，胃囊的囊壁非常的薄，离水后就是由胃进行的气体交换，所以清道夫离水后会比其他的鱼类能多活一段时间。好了，那么清道夫到底好不好吃？虽然肉少点，但是有毛不算秃啊。今天咱们就做一个炭烤清道夫，我替你们码码味儿。现在已经烤的鸡鸡冒油了，美食烤好了啊，现在开灶。这个好，哎，先来这个啊，这个头就不要了，头也没有啥肉啊。这里边的肉质怎么样啊？吃啊，就吃这个感觉。哎，这皮儿哇，肉质还可以啊，看见没有？还是很白的。这么干吃不行啊，这么干吃一点味儿没有，必须得有个小蘸料。
亚马逊流域美食的吃法。我这个是用洋葱、番茄还有那个小米辣啊调的一个汁儿，完了放点盐，放点糖啊。灵魂所在，必须给来个柠檬，鲜柠檬啊，先给它浇上。哎呀妈呀，小味嘚儿一下上来了。然后呢，来勺小蘸料啊。品尝美食的时刻到了。哎，这小汁儿不错呀，配上小蘸料。其实我这个鱼肉不能吃的，我感觉它的肉质非常紧实，和乐趣上的肉质差不多，也没有什么外味儿啊，我没吃出来土腥味儿。感觉还可以啊，就是肚皮这块的有点苦啊，就这块不能吃，是靠尾巴这块的，完还没有刺儿。鱼肉非常紧实。我觉得非常不错啊！好了，本期视频咱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